本影片是针对为什么8355最后的5颗角块可以那样子解。如果不知道8355是什么，或是只想知道怎么执行的话呢，请看我另一部影片。角块的捞鱼4步是鱼让开，网子下，然后鱼进去了以后呢，网子上。捞鱼的倒过来就是放鱼，那这4步分别是网子下，鱼跑走，网子上，鱼回来。那如果先做捞鱼后马上做放鱼，那整颗魔术方块不会有改变，因为后面的4步呢抵消了前面的4步。那如果捞鱼后上面先转1步再放鱼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这样子，下面这颗角块和上面这2颗有变化，其他所有地方都没有改变。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啊？8355很多地方都用到破坏再还原的想法，例如最后5颗边块的时候呢，要一上一下。那这个一上呢，中间穿插把边块结好的这个动作。但是为什么这个可惜呢？因为中间穿插的这个动作呢，对于已经结好的部分呢，并没有影响。下面2层的8跟3结好以后呢，这边上去的时候，上面这圈是黑的，也就是上面可以随便乱转，都不会影响到有颜色，也就是结好的部分。那所以之后再下来还原的时候呢，结好的部分呢，都还是会恢复原状。那这个在解最后5颗角块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捞鱼呢代表破坏，然后放鱼呢代表还原，那也就是抵消掉捞鱼的4步。你可能会想，我在8355没有学到放鱼这个东西啊，请先等我一下，等会解释。那捞鱼的4步影响到哪一些地方呢？像这样子。那乍看之下是很多地方，但是在解最后5颗角块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只动上面这一圈，所以实际上动到的部分，跟上面这一圈的交集呢，只有这一个角落。那而这个角落呢，本来就是没有解好的，所以会影响到的呢，只有跟这个位置有关的角块。注意这个角落，那我们做2次的捞鱼。这颗角块呢还是在原地，只不过它扭了一个方向。那在2次的放鱼还原下面之前呢，我在上面先转1步，新的角块代替掉在这个位置了。那旧的角块被移出去这个死亡角落以后，它被扭过去，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反而没有人帮它扭回来。那我现在2次的放鱼还原下面以后呢，取而代之是这颗新人被扭过去。如果我只做1次捞鱼的话呢，原本在下面这个角落的角块呢，也会跑到上面这个死亡角落，因此受到影响。不过呢，835一开始的这个第1层的这个角落啊，它就是没有解，就是拿来做这个暂存区用的。所以1次捞鱼呢去做归位，然后之后呢2次捞鱼去做转角。这些概念和 commutator 有关，中文翻译叫交换子。题外话，我有一整部影片探讨 commutator 的概念和应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这么说来，为了解这一颗角块，我要花1次、2次、3次、4次、5次的捞鱼，那是否代表为了要还原下面这边呢，我必须要花1次、2次、3次、4次、5次的放鱼，把这个下面还原呢？那为什么我在教8355的时候没有提到放鱼这个手法呢？那因为很凑巧的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6次的捞鱼，1次、2次、3次、4次、5次、6次，会等于没有做一样，通通都抵消掉了。那事后分析这个现象呢是简单的，就是1次的捞鱼呢影响到的边块呢跟角块，那它们的位置跟面向都是2次一循环或者是3次一循环。那2和3的最小公倍数是6，所以6次捞鱼呢就会让所有的边块角块恢复原状。但是如果你问我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人是怎么发现到这个公式本身的，
我也不知道，因为6次的捞鱼等于没做一样，就表示6次的放鱼也会恢复原状。假设操场一圈600公尺，你顺时针跑和逆时针跑600公尺呢，都会回到原点。如果你做5次的放鱼，逆时针跑500公尺，其实就跟着你顺着跑100公尺，也就是做1次的捞鱼是一模一样的意思。甚至换句话说，所有放鱼的行为都可以用一直捞鱼来代替掉，所以只要会捞鱼就好。原版的8355呢，其实有提到+1减1的概念，也就是在等待区的角块如果是黄色朝右的话呢，你只要做1次的放鱼就可以解好，那不用做5次的捞鱼。不过为了好记忆，我就没有提到这个，让大家专心在捞鱼这个联想就好。那题外话，解到剩最后上下2个角块没解好，其实是有办法不翻面，而且仍然呢只用捞鱼去解决的。那秘诀就是呢，想办法把白色角块在6次捞鱼或放鱼的最后1次刚好去解好。只不过这需要东凑西凑，比较不直观啦，我就没有这样教了，并不是特殊状况哦。以上就是8355最后5个角块的原理。那说是说原理啦，那其实知道解法以后的事后解释比较容易，有时候仍然会让人惊艳，当初发明的人究竟是怎么想到的，所以徐继江老师真的很厉害。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可以用在 Megaminx 五模正12面体上，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玩一玩哦。